第一打完了，擊倒了 KO 了，好吧。第二，我是124斤，他是200斤，80斤的差距，我还带的是14盎司的拳套，懂吧？他是裸拳，他也可以插眼睛，什么都可以。不要再说户头问题了，是他要带的，知道吧？我让他带，他不带，明白吧？都给他准备了，他不带。然后其次，你们说我前1、2回合为什么不直接猛进他？我是不是把他眼睛打飞了？效果是不是有了？我是不是得弄点结膜效果？我直接就像第3回合一样把他秒掉，有意思没？对吧？我肯定得慢慢给他打，知道吧？现在打完了，然后我带的是14盎司的拳套，明白吧？他是裸拳，然后被击倒了，这個事兒就是這樣，知道吧？不要聽他在那瞎吹了，沒用。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剛才大家看到的這段是道家武當派第16代傳人林丹被一個體重小他幾十斤的業餘拳擊手3個回合內 KO 倒地的視頻。這個林丹啊，他其實可不簡單。他作為道家武當派第16代傳人，經常在朝陽區團結湖公園做一些示範性的對練或者對打。看他在以前的視頻當中，全都是一派大宗師的氣派，然後經常還呵斥對手說：“你還打嗎？還打嗎？你還打嗎？不打了吧？”然後你看對手吧，往往都被他還搞得灰頭土臉的，垂頭喪氣，完全就是一副被動的挨揍弱雞的樣子。對，然後你周圍人看，那都是紛紛喝彩鼓掌。林丹他自己呢，你可以看出在這些視頻中，就心裡獲得了很大的滿足感，已經非常自我陶醉了。這位林丹啊，他自稱是武當北派第16代傳人，長期呢在北京朝陽區的團結湖公園傳授弟子太極武道。這個地方啊，對於生活在北京的人來說，肯定是相當熟悉了。周末呢，經常能夠看到各種練武的、跳舞的、唱歌的，晚上還有跳廣場舞的。而林丹呢，在這裡可以說是一位相當有名氣的人物了，因為他總在這裡傳業授道嘛，說讓自己的學員親身感受所謂武當的這個絕世的武功。在網上呢，我們也經常能夠看到他的一些視頻，就像我剛才說的嘛，他在網上總是盛氣凌人的，然後都是他贏，還問別人你打嗎？你打嗎？對，而且非常的輕鬆寫意，輕輕鬆鬆制服對手。對，你就感覺他完全是一代宗師了。那好家伙，他跟這一次就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對，他之前那些視頻，你看那個居高臨下那感覺就溢出屏幕了。現在再回頭看那些視頻哈，大家都是不是覺得很可笑哈？非常諷刺。基本明白了，就是他之前那些對手啊，基本都是他所謂的弟子嘛，說白了就是演員。然後又在長期周圍人的喝彩聲中，林丹就完全迷失了自己，真的以為自己是高手了。客觀來說，他對普通人來說可能算得上是高手，因為一般人他從來不打架嘛，首先氣勢上就輸了一籌。而且那個視頻中，你看他有幾個動作其實還是可以的，就是在對打的時候，他用一隻手來化解對手的攻擊，另外一隻手快速切中對方的這個咽喉啊或者臉部等等一些要害的部位。但問題是，這些技巧對於那些稍微訓練一下的拳擊手來說，只是最基本的操作了哈。那他打普通人或許好使，尤其他的體重比較大嘛。比普通人大了不少。你看，如果你在街上隨便一個胖子跟你打架，你也是打起來要費點勁的。但只要是稍微訓練過的這個業餘拳擊手，那他一打就露餡了。那個人比他瘦弱了很多，因為他完全沒有這個力量和速度，僅有的幾種的基本技巧，人家業餘拳擊手也全都具備。那你怎麼打呀？基本上就是只有挨打的份兒了。就他那點功夫，與其叫什麼傳統武術或者什麼武當派，其實啊，稱作套路武術或者健身武術，可能更貼合實際。再直白一點就是健美操。我們再回到前2天，這位林丹大宗師他就接受了一位年輕拳擊初學者的挑戰。這個年輕人體重輕他幾十斤，結果呢，這個林丹啊，不到3回合就被 KO 了，徹底終結了武當北派功夫的神話。當然了，他到底能不能代表北派啊，值得商榷哈。從這個視頻裡面可以很明顯看出啊，這位老先生對戰過程中基本沒有防守意識啊，無論是對頭顱還是這個肋部的防護幾乎為零，進攻也無法實現重大的傷害。你看他還不戴這個拳套，他之前和弟子對練的那些視頻裡面那些套路表演，其實也有一些像扭手指這種弱點的擒拿技術，也不能說全無用處啊。近身纏鬥的時候是可以發揮一些作用的。但是如果戴上拳套和護具之後，就只能靠動量來制勝。這個時候，你看他既不會防守，也不會攻擊的這種傳統武術就毫無用處了。據說啊，在這場比賽的賽前說了哈，雙方你都可以戴頭盔，也可以戴拳套。但是林丹這位老師傅，人家就不戴頭盔，而且啊，他還是裸拳哈。那對方呢是戴了手套的。
裸拳和戴后手套的拳击看似一樣出拳，但實質是完全不同的格擊體系。這個裸拳其實是沒有緩衝的，真正懂裸拳的人，他是其實不敢亂拼的，就只能精確點擊。就打錯位置的話，那自己還有可能骨折。比如你這個手指打到了對方那個大腿骨上，那你可能骨折的是你的手指，而不是對方沒受什麼傷害哈。所以裸拳的每一拳往往都更為謹慎啊，更依賴這個技巧和判斷。相比之下，戴後手套能保護手部，拳手就可以瘋狂的組合拳，像機關槍一樣那麼輸出哈。裸拳的傷害就集中在皮肉和骨頭上。在裸拳的這種比賽中，那眼角裂、鼻梁塌、颧骨碎，往往是家常便飯。但是因為接觸面積小呢，反而不容易產生大的腦震盪 ，KO 的概率極低。反過來，這個後手套虽然看起來比較柔軟，但它非常重量大、慣性強，對大腦這個晃動是更狠的。真正導致昏厥的，往往不是拳頭硬，而是手套的這個重量帶來的那種震盪。現代拳擊的 KO 率比裸拳運動就更高，腦損傷風險也更大。這個裸拳就更像古典的格鬥，更真實、更原始，也更殘酷。戴手套拳擊呢是規則化的体育競賽了，安全，但對大腦呢不一定輕鬆，因為可能產生這個腦震盪。一句話總結就是：這個裸拳傷皮肉和骨，手套傷大腦和命啊！如果要說評價一下這場拳擊比賽的話，客觀說啊，雙方這個體重差距是有的，這個師傅是占上風的，但後來明顯這個師傅體力肯定是不行了。你看他摔倒的時候也是腳步踉蹌，也算不上是被擊倒 KO 的，而是他在擊倒的情況下他站不穩了。而這位老師傅啊，他也是充分遵守了现代搏擊的規則，也就是說他第一沒有用腿，第二沒有用關節的那種技巧和肩肘哈，還是挺乾淨的打法的。從人品上來看呢，這個師傅的风度啊還是可以的，但得說他這個武術的功力確實不行啊，這是事實。這場比賽之後呢，網上網友們的討論嘛也是五花八門，就有的是同情，有的是諷刺，然後還有說是借機来給大家科普的。其中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調侃是這麼說的：說你看人家大師說了呀，武當太极講究的是4兩撥千斤，但當時大師可不止4兩啊，對手也沒有千斤的，哎，所以不在點子上，人家没有發揮出來。這個段子聽起來有點好笑，但確實也點出了一個問題啊，就很多傳統武術的理論聽起來是玄之又玄，但到了實戰中根本就不適用。而且我很奇怪啊，就是我看他防守的時候，就幾乎一下他都沒有擋住对方打過來的拳呀，就好歹也是武当派的呀。對，那個拳擊手也夠狠的，每一下都打他的頭。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他不是不想擋，他根本就做不到啊。在真實的這種快節奏的對抗中，你如果沒有經過系統的現代的這種格鬥訓練，那反應的速度和防守意識完全是跟不上的。這位大師林丹，他既不會现代格鬥的防守，也不會進行有效的進攻，那自然毫無招架之力。他和他弟子對練的時候用了那種招數，什麼凹對方小指哈，你看那個在電影中馮小剛也用過嘛，人家對方戴了拳套，你怎麼去凹人家，抓人家小指去凹呢？而且這也不符合規則哈。還有一個扎心的評論就說啊，離團結湖公園不到1公里，哎，就有一家格鬥俱樂部。這位林丹但凡在美團上買一節團課，都不至於一直活在幻覺中。這句話很刻薄啊，但確實說出了這個問題的本質，就是他真就在那兒團結湖公園跟着弟子圍着閉門造車，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最終他就被現實狠狠打臉了。看完這場比賽，很多人可能就覺得哈，中國傳統武術那就是個笑話唄。但我必須得指出一點，中國傳統武術肯定在早期是有真東西的，甚至這個氣功啊，它也是真實存在的。我可以非常負責任的說，因為我親身經歷過啊。在大學的時候，有個同學是練氣功的，他練得比較好，他用2只手發功，哎，我們把手呢就放在他之間，对，就放在他之間，然後我們宿舍所有人都感受到那個氣流微弱的穿越了我們的這個手掌。我負責任的說，這是真實經歷，還不是你一個，是宿舍所有的，对，所有人都感覺到了。那個同學他絕對不是什麼魔術表演，然後他那種氣功呢，確實你遠遠達不到傷人的目的，但那個氣確實是有的，應該是一種宇宙的什麼交流或者自我身體的一種認知哈。以後我想會專門出一期節目好好講一下氣功這個話題。但中國這個傳統武術確實是有殺人技的。不過那個殺人技和現在的搏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然後這幾十年又有很多所謂的傳統武術的傳人在傳授功夫，他們傳授的那些功夫其實都是花架子，都是一些套路而已啊，已經不是那種殺人技的傳授了哈。那種殺人技其實它也不能瞎傳授嘛。
包括你看這個林丹，他其實也有一些殺人技的影子，只不過他在這種場合一時沒有辦法充分展示，另外他也沒有真正領會。你比如這殺人技是什麼呢？哈，比如在功夫電影裡面你能看到的，包括美國那些功夫片裡面都有体現。就他不一定靠这個抗打擊能力、防守能力以及純粹的這種力量對抗，而是靠那種技巧來殺人。比如說，你看前2天我們看那個電影《捕風追影》，是吧？梁家輝他確實他也沒有那麼強的力量，也比較瘦弱，而且是個老人，但是他出刀非常快，又快又狠。這就是一種殺人技，非常簡單直白，讓大家能夠理解的殺人技。而且雖然他又老又瘦，但是他確實很厲害，一般人就是打不過他，這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在现在搏擊呢，在擂台上，为了避免出现重大傷亡，就做了多種限制。要獲得勝利，就只能靠力量啊、速度啊、抗打擊能力等等啊這些東西。假如這個現代拳擊也不做任何的限制啊，中國傳統武術中的一些殺人技，比如靠着靈活的身法走位以及出招的套路，肯定會比現在看起來要厲害得多。但問題是，這種殺人技現在基本上大多數都失傳了。而且你現在看到的這幫人啊，大部分就都是騙子嘛，因為他們本身既不懂傳統武術的根本要領，只是了解了一些皮毛，又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贏不了現代格鬥。無論是那位好自為之、斥責年輕人不講武德的馬保國，還是各種什麼傳統武術的所謂傳承人，包括林丹哈，他們肯定多多少少是知道一些技巧的，但這些技巧在現在格鬥場可以說是完全無用。比如哈，幾百年前某個掌門人，他的殺人技可能是用劍來快速殺傷敵人的關節要害部位。這個東西，第一，在現代格鬥場上能用嗎？用不了，對吧？第二，能傳到現在嗎？這些殺人技基本上也傳不到現在了。所以你現在你看到的這些傳人，他們掌握的其實都是一些殺人技的皮毛，而且現在格鬥場上又不能拿武器使用了，所以這些皮毛和技巧基本就沒啥用了。因為人的這個手掌啊，就是手上的功夫，如果你沒有兵器的話，這些殺人技就打了一個非常大的折扣。中國傳統武術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殺人技，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你必須得用武器啊。你看中國的這個武器庫非常之豐富，什麼刀槍劍戟拐子流星錘，是吧？18般武藝中有17種可能都是講兵器的。那離開了兵器講中國的傳統武術沒啥太大意義，而現在的搏擊又恰恰不允許使用武器。現在那個中國傳統武術比賽裡面那些什麼個刀槍棍棒都是使花架子啊，那看起來根本就確實也沒啥用。對，而且我感覺這就是兩個不同維度的東西。對，一種呢是可以利用兵器，哪怕是劍或者說刀，我們剛才就是比較小的那種是嗎？對，你說我們剛看電影《捕風追影》嘛，裡面就是那個梁家輝用那個刀刺的特別快，我也印象非常的深刻。就它非常小，但是可以對人造成非常大的傷害，你也不用那麼大的力量，主要是技巧。对，就這種靈活性，我覺得是中國人最擅長的。就包括像中國人打乒乓球也是打得特別好嘛，就說世界其他國家基本上是再怎麼培養乒乓球也很難跟中國隊來進行 PK 的，就是因為中國人特別擅長這種技巧性、靈活性，然後這種小球。但是另外一種維度呢，你看就是像這種拳擊訓練，不准你拿武器，就是靠肉身，就是然後各種力量訓練啊什麼的，速度訓練、抗打擊訓練，然後就是靠兩個人的這種肉身去搏鬥。其實我剛還想說的一點是，中國那個傳統的那個武學，如果說那些點穴功夫是真的話，也許在這個拳擊裡邊也能發揮點作用，雖然隔着手套，沒有隔着手套給你點個穴。然後中國傳統的各門各派裡面還有什麼這個劍派是吧？五岳劍派，那你這個都不讓使劍了，你有什麼用啊？五岳劍派你再厲害不讓你用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傳統武術到現在哈被大家覺得啊怎麼好像都是騙人的，一點用都沒有。但過去呢又確實是真實存在有用技巧的這麼一個根本原因哈。林丹們他們的問題就在於他們既不具備真正的傳統武術殺人技，也不能夠傳授給弟子，他們自己其實也不會，因為那些東西呢大多都早就失傳了，又不願意承認這個現代格鬥的科學性和有效性，不願意去學習現代格鬥的訓練方法，他們就活在一個自我構建的幻覺裡，用一些花架子糊弄外行，最終呢在真正的对抗中露出了馬腳。其實在現在的格鬥中啊，真正的高手不是在公園裡喝彩聲誕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真實對抗中磨練出來的。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